血犯令惹得诸王作乱，北蛮连破8城。兄弟们，官府发媳妇了，进死尸营就能领。啊，哪来的媳妇儿？干！横竖都是死，死也当个风流鬼。走。林秀才，你不去？你们去吧。书呆子都要死了，害羞个啥？咱几个看看去。别人穿越都带挂，而我却来当炮灰。活了20多年，连女人都没尝过。女奴好看的能留给咱们，算了，碰碰运气吧。靠！我就知道，实在下不去嘴啊。最后一个，真没人敢要吗？异色瞳，灾星啊！碰了血光之灾，赶紧送出去！这眼睛比蛮人都可怕，妖怪啊！你们不敢，我敢要！刘老汉，你都50多了，嫌命硬啊！老汉50年童子身，阳气足，镇得住这女妖怪。慢着，刘老汉，这女的我要了。我不换，我先上来的，50个铜钱。钱没有，我就剩这一口吃的，换不换？给你了。跟我走，一馒头换绝色美女血赚。人图系统匹配成功。萧清言，20岁，西蜀王国魔女帝，天品。王国女帝又如何？如今不就值一馒头？打开新手大礼包，获得血煞刀法，低级功力丹5枚，银血刀，小型储物空间。当务之急是提升功力，才能活下去。对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怎么，你还认字啊？那儿可以打水，你清洗一下。好，你要去哪儿？给你整点衣服吃的。我们今晚拜堂成亲。成亲？那不用非得成亲吧？我还没娶过妻，必须体验一次。不想嫁我？没有。学会血煞刀法，长功力5年，初入江湖。谁呀？林秀才，你来干嘛？我去年借你的1贯钱，现在该还了吧？没有，滚！威望加50。你回来啦？这女帝美貌被低估了，身材还这么顶。进屋换衣服。青儿，快过来，我们拜堂，拜完堂好吃饭。要成亲，你总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吧？哎呦我去，我叫林霄，自在逍遥的逍，天地为证，我林霄今日迎娶萧青儿为妻。天地为证，我萧清玄愿意嫁给林霄为妻。娘子，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。湘君，慢点吃，别太撑了，等下不方便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娘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为夫来了。夫君欺负人，你为何娶我？不怕异色朋是灾星吗？我只看见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你的眼睛我很喜欢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娘子你很便宜，1个馒头就换来了。讨厌！娘子，中场休息结束了。你买了个异色瞳灾星，真娶媳了？她是我娘子，不是灾星。还想当兄弟，以后不许这么说。他是我丈夫，我又有家人了。瞧我这嘴，你喜欢就行。你是不是杀了陈虎他们？副都统找你问话呢。哼，娘子，我去趟大营，你在家哪儿也别去，等我回来。夫君千万小心，我在家等你。见过陈都统。陈虎的死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只给你1个机会，说实话。都统请看，这是家父遗物，被他抢走，我情有可原啊。黄品长刀值几百两银子，哪怕你情有可原，也犯了军规。陈都统，我愿献此刀，怀请开恩。王八蛋，你找死！血溅7尺！击杀加1，功力加1年。杀个副都退和小兵没区别，
真是人人平等。好了！哼，林秀才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放心，我有办法，咱不会有事。去找首领，咱去说明情况。啊，去说明情况。以下犯上，战前扰乱军心，都是死罪，你可知晓？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，我有把握让蛮族短期内无法攻城。大言不惭，一个书生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说说，你有什么方法？主动出击，夜袭敌营。夜袭1万重骑兵，简直是找死！林霄，你要是只会说蠢话，还是去死吧！我说的夜袭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你当我是3岁孩童，任你欺骗？蛮族胜券在握，必掉以轻心。与其死守，不如以小博大，换生机。横竖都是死，何不相信我一次，让我死得有价值？若能阻挡3天，赦你无罪。守军听你号令，夜袭蛮子大营肯定有去无回，要死一起死得了。好兄弟心意我领了，但我一个人行动更方便。娘子，我得出去一趟，不会怪我把你丢下吧？你特意回来，看似留我做人质，实则是保护我吧？林秀才，敬你是条汉子，希望留个全尸。陈夫子，刘婶儿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短时间增加实力，逮着多少杀多少。宰的就是你。横扫千军，砍死他！血溅7尺。击杀加3，公历17年。放你走，才能引来更多蛮族送死。公历22年，获得被动嗜血魔刀。好家伙，短短片刻4年功力，这钓鱼果然对。成就娘胎练功，刀法小成，威望100，商城开启。威望商城，好东西终于来了。威望180，开启商城还给福袋，真是喜事连连。全是黄品货，算了，先看看福袋是什么东西。修为越高，给的东西越好。不行，万一死了亏大了，直接开。获得不灭金身残卷选品，获得大还丹3枚。1/5残卷就是选品，集齐不得是仙品？这波血赚，学会金刚不坏，不朽金身，威望加60。3秒无敌，每时辰1次也能救命。威望240，有选品功法，商城货应该提高了，免费刷新。50威望换1年功力，脑袋被驴踢了才买。不能只靠刀砍，需要远程进攻手段。卓别剑术，选品，就它了，200威望花的值。追风剑，不愧是选品技能。那大前人在哪儿？分头搜，发现立刻后撤，不要单打独斗。横扫千军，击杀加1，功力加杀人1。刷新嗜血时间，挥刀更轻松了。别靠近他，就在这里放箭。金刚不坏，这身体的强度真是绝了。击杀加1，功力加1，威望加10。4年功力全加剑术，杀入阵中就不用怕弓箭了。20几年功力砍你们，如同砍瓜切菜。快跑，去通报大将军。跑？问过我的追风剑吗？击杀加2，功力加2。看样子这卓别剑术虽然不能进阶，可修为上去了，一样会有新花样啊。要不是为了留个活口回去报信，我甚至还能追上去继续杀。可惜没有搞到好的弓箭，在空旷的战场上远程狙杀真的太爽了。剩下17年功力，
要不要分给不灭金身一些呢？万一加上去只是提升了1.7%的肉身强度，那可就亏大了。血煞刀法修为提升到30年，还需1年即满足进阶条件。还差1年，这我上哪儿找去？先加到10年修为，看看能不能出一些新技能什么的。宿主肉身得到1.1%强化。怎么还给我掉修为啊？林霄郁闷，竟然真的就是强化了下肉身，虽然感觉是身体又轻盈了一点，但几乎忽略不计，懊悔万分。早知道刚才那活口不留了，连杀2波蛮军，下次遇到敌人可能数量大增。自己如果能提前把血煞刀进阶，作战就更有把握了。1年功力，刚刚还说谁买这玩意儿谁缺心眼儿，现在我就是傻鸟，买了。凌霄心头大喜，看着血煞刀法进阶到玄品，就有种自己第一个孩子成才的喜悦。遗憾的是，这功法后面没有了可进阶，说明血煞魔刀就是终极形态了。那也没办法，毕竟一皇品的功法能进阶就不错了。而且论杀伤力，血煞刀本就是比一般皇品高的，进了玄品后应该也能和地品的靠拢。给力啊！不愧是苦练30年的成果，对于下一场战斗心里更有底气了。只不过眼下我得先离开这里，因为还得1个多小时才能恢复，别的可以不等，这保命技能必须等刷新。你说对方只有1个人，而且中箭也不伤，一刀杀了离途，你们一队友起，就只回来了你1个人。是的，大将军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家伙不是人，杀不死。一个人杀我们30名勇士，你当你是草原的神明吗？最后问你一次，对方究竟多少人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真的只有1个。说说你们的想法。一个人杀我30几名草原勇士，石堡要是有这种高手，攻城战时早该出现了。会不会是对方有什么粮草物资要押进石堡，所以派了大批人来拦截我们的巡逻骑兵？哼，如今大前国内乱，各藩王打得不可开交，谁会有物资给石堡？不得不防啊！万一真让石堡得到了支援，再拖上几日，大王那儿可不好交代。阿达、朗哥，你们各自带2个骑兵营，从2侧包抄扫荡。一旦发现任何敌军物资粮草，切记不要放过。本将军就不信就靠石堡那群老弱平残残的，再怎么埋伏偷袭，能阻挡2个500人的骑兵营不成？赵将军，你看，好多骑兵。这人数至少得2个骑兵营，若是巡逻侦察，根本不用这么多人啊！该不会是要来攻城吧？不可能，若是攻城，怎会先派出骑兵？之前可有过这样的兵力出动？不会是去抓林秀才的吧？别瞎说，这林霄能活着就不错了，哪能引出这么多兵马去追杀他1个人？林霄，赵宽若有所思，脑海里想起那张成竹在胸的面孔，竟然有几分期待。会不会有奇迹呢？我靠，这么多人，倒是不傻，实力不够，人数来凑，不能硬着打，得想办法借助环境破坏他们的阵型。移动的威望值，出手前系统已经刷新了，保命神技没问题，那就把酒开干。追风剑，第一时间我将1年功力加到了卓别剑术上面。我很清楚，接下来是拉锯战，剑术还得精进。敌袭的卵石堆里有人！天哪，他好像真的是1个人！小心有埋伏！众骑兵队，先把这里包围起来！其余的草原勇士们，随我下马，一起杀进去！剥了这中原人的皮！大家给我冲！可惜的是，射杀了10几个敌人后，我的剑壶已经见底，但是我的收获却远不止10几年功尾。没错，我用弓箭杀人，一样能够叠加嗜血效果。我感觉力量之澎湃，血液之躁动，前例未有。拔出银血刀，方向急转，朝着朗哥一行人的飞奔。找死！上去杀了他！血魔刀焰！可恶，石堡怎么会冒出这样一个武林高手？分散开，弓箭手，找机会，拿命来！他已经算军中的大弟子，可竟然连1刀都没能接下，
这大前人看着年纪不大，怎么功力如此深厚？自己可是31年修为的血煞魔刀，还有加29的嗜血啊！问题出在哪儿？资质黄品。靠，本来还没怎么在意这个凡品资质，现在看来这玩意也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啊！剩下的功力一股脑全都就加到了血煞魔刀上面。第一个60年功力的功法出现，又给了一个惊喜，感觉手中的银血刀在欢腾，在咆哮，迎着杀上来的蛮军，林霄直接挥出血魔刀焰。早知道这人武功如此高强，打死他也不会下马来追杀。林霄依然可以使用最基本的招数，单点命中了朗哥的后背。靠，也就这么点威望，还以为这千户有多牛逼呢，比百户也没强多少。朗哥将军死了！啊，快跑啊！这下威望又快到200了，撤退回去，巴特将军派更多人过来，不要再进去了，赶紧上马，不要和这人短兵相战。这帮蛮子太胆小了，这就跑了，亏了少说300年功劳啊！不错不错，千户还是有点家底儿的。咦，要真是可以，那不朽金身这技能不是气馁，是逆天。宋子哥，透露一下，还要多少年升玄品？武道修炼，逆天而行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宿主还需自行摸索哦。加油，你可以的！我就知道你给老子装可爱。出来吧，看见你了。你是中原人，不是蛮子。这修为年份练了多少年？报告宿主，修为年份的标准是以最低水平的凡品资质修炼1年为基本单位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资质越高，修炼效率越高。答对喽！温馨提示，资质会影响所有功法技能的效果哦。我是石宝的边军，来外面执行任务的。你是石宝出来的？你可有见过一群贩卖奴隶的胡商？那你可见过一个异色瞳的女子？看来对方就是冲萧清瑶来的，可到底是敌是友还不好说。自己当然没必要暴露太多信息。见过啊，边境哪个城里没有胡商？阁下见谅，我叫冷艳，是个江湖儿女，正在找我失散的妹妹。我妹妹被人抓走，我一路追踪才来到石堡进不去。可最近阁下传着蛮军假战，城门紧闭，还以为是蛮子。若能告知我妹妹的消息，感激不尽。一个萧青儿，一个冷艳，这西蜀国的女人可真会给自己取名字。你说的异色瞳，我还真见过。当真？但是胡商已经逃走了，那异色瞳女子被我一个熟人领走了。什么？还是阁下认识的人？他是谁？在何处？你问我，我就要告诉你。凭什么？万一你去伤害我的好兄弟可咋办？我只想确认我妹妹的安全，请相信我。你蒙着个脸跟我谈信任2字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登徒子，我若摘下面纱，阁下能否告知我妹妹的行踪？可以考虑。骗子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青儿好像是这个名字。该死，他真的知道陛下的行踪。他还好吗？目前还活着，不过等石堡一旦被攻破，怕是凶多吉少喽。你走吧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也已经仁至义尽了。看够了吗？现在可以说我妹妹在哪里了。你先告诉我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万一你是蛮军的细作怎么办？少瞧不起人，我冷冰岩就是死，也不会当蛮人的狗。我就是普通的江湖儿女，师从剑林，没别的身份。我觉得你在撒谎，这件事就当我没提过，你可以滚了。不说是吧？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到！早有预料，就是要逼他出手，看看两人的差距如何。要知道，和蛮军交手，迟早会遇见更强的家伙。飞云剑诀，回环血，剑气席卷而出，鲜花瞬间里射出蔚蓝闹疯狂。血溅七尺。虽说没有嗜血加成，眼前的这人看着年纪也不大，功法看着也不高级，可怎么刀法修为如此深厚？你真的只是边军？少废话，剑林弟子就这点本事？飞云乱。血魔刀焰。自己都被震出内伤了，对方竟然行动自如。你真是剑林的弟子，也不过如此吗？承认你很厉害，但要是我的那些师兄师姐在，你未必是对手。我技不如人，你要杀就杀。怎么不想找你那青儿妹妹了？你到底怎样才肯说出她的下落？你和那青儿长得没有一点相似，你说实话，她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们是结拜姐妹，并无血缘。信你个鬼！我看你是找死！信不信由你。这小妞倒是挺有骨气，看来并非是来杀萧清玄的。如果自己让她去找萧清玄，萧清玄会不会被她带走呢？女人若决心要走，自己没必要拦着。她在石堡的2里街，从东边数第7个门，院子里有口井的就是。想问怎么进石堡？
我石堡守军有自己的口令暗号，你只需在城门下按我说的。多谢阁下，若能找到我妹妹，必然有所报答。敢问阁下姓名？你就不怕我骗你？说错了噩耗，可是会被乱箭穿心的。不怕，阁下要杀我，何必这么麻烦？这回倒是聪明了。你要真想报答我，替我给石堡参军赵宽将军送个口信，这个就是信物，你一并交给赵将军。赵将军，有个自称叫冷冰燕的女子跟我们对上了斥候的暗号。蛮军先锋营的千户，这小子杀了个千户，看来之前杀陈州几个还真不是运气啊！好小子！将军，大晚上的，一个女子赶来传讯，绝对不简单，保不齐是刺客，不得不防。什么？粮草只够撑2日，我们本就是等死的局面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传令，让那女子进来见我。冷姑娘，我就是赵宽，林霄让你传什么话？将军，林霄说，明日辰时前，如果北蛮先锋军没有攻打石堡，还请您主动带兵出城。你说什么？出城？疯了吧？我们才3000兵力，怎么和对方1万骑兵打？让这姑娘把话说完。赵将军只要带500人出城，打出死士营的起旗号，然后等北蛮大军出动，不管来多少人，你们立刻掉头回城，继续死守。林霄可还有说什么？他只要已经杀了蛮军1个千户1个百户，还望将军再给他一些信任。他一个人，蛮子是喝醉酒了不成？就是吹牛谁不会？我还砍了金赵可汗的脑袋呢！够了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女子懂什么？将军要带的话，我都带到了，告辞。谁？青儿，是我，冰战，冰燕，真是你！臣女冷冰燕，拜见陛下，护驾来迟，还请陛下责罚。叫我青儿吧。你父亲冷卓大将军还好吧？那天他带人引开追兵，我都不知道他的生死。父亲安好，正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养精蓄锐，屯田令兵，筹谋复国大计。大将军真是赤胆忠心。对了，青儿，传国玉玺你带了吗？那可是复国的关键。现在你那反贼弟弟成了垂垒摄政，不敢登基，就是因为他没玉玺。你既然查到了我在这里住，应该也遭遇了什么。玉玺早已经被一群贼人抢走，不知去向了。这确实麻烦，不过也没事。你本就是先皇传位的正统西蜀女帝，冰燕，你真觉得没了传国玉玺又没有兵权的我，能够一呼百要让那些西蜀旧臣为我卖命吗？那至少让我先带你离开石堡，这里快被蛮军攻破了，你在这里太危险了。我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等夫君回来。你说什么？你有夫君？你成亲了？他叫林霄。什么？搞了半天混蛋说的朋友就是他自己。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说我坏话。那冷冰燕应该已经到石堡了吧？消息也不知道带到了没。他会不会跟冷冰燕离开了？金丝软甲，昔日无名巧匠扫所编织，20步外寻常弩箭难以穿刺。我操，好东西啊！一件选品的软甲，只是那350万的价格，着实让人肉疼。可战场上局势混乱，装备黄品，就怕那些小兵乱箭，威影加时，比昨天刚出城已经是截然不同。金刚不坏的时间竟然增长了0.3秒。死士营听我号令，前进！赵宽既然亲自镇，诚意满满，那自己也得干点事儿了。报将军，石堡边军出城了。你说什么？石堡边军出城了？是的，将军，看着有数百人，对方一个老将带队，像是死士营，区几百死士，就想和我们数千骑兵一战。这群中原狗是饿昏头了。将军，如今对方城门大开，正是我们攻城的大好机会，不如一鼓作气。就算对方有个武功高强的帮手，在我们大军面前也没有任何胜算。我让中原的女人变成生孩子的奴隶，让男人变成牲畜。金帐吼韩万岁！金帐吼韩万岁！不把战马放走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反正蛮子骑兵多，要用的时候直接再抢就是了。大几千的蛮军真要打起来，根本没有胜算，目标只有一个：斩首。不愧是统领上万精锐的大将，不仅是选品资质比自己强，功法修为也比之前的冷冰渊更高深。再看巴特身边几人，不是千户就是百户，也都是黄品资质起步，士燮都没有叠，看来得嗑点丹药了。好强！果然贵的东西，除了贵没啥缺点。站住！你是哪个营的？乱跑什么？刺客，保护将军！当我者死！
巴特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愚蠢，杀了他！杀！云火龟！哼！怎么可能？血魔刀焰！血魔刀焰！巴特将军死了，为将军报仇，别放过他，快围住他！杀死朗哥和上百号骑兵的，肯定就是这个家伙。巴特将军刚才分明一刀砍中了，竟然无法伤到他，这人是鬼神不成？中原人胆小如鼠。阿达大人，大营出事了，这是将领死了的号角。巴特将军，这怎么会？该死！我们中计了，快回去支援！将军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跑了，好像有军号声，是蛮子大营出什么事了？这是主将死了的信号，巴特死了，巴特死了，那是谁杀的？该不会真是林秀才吧？蛮军撤退了，冰岩，你看见没？夫君他做到了！我早说过，夫君不是一般人，他绝非无名之辈。那个家伙究竟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？一个人怎么能阻拦上万蛮军铁骑呢？这人是魔鬼啊！快跑，他是杀不死的！中原狗贼，拿命来！林霄，我操，好险！这嗜血还有副作用啊！自己一个人竟然吓跑了这么一支大军。黄品公，林霄，蛮军呢？我带人来支援你了。支援我？我不是让你们回城就好吗？你能说到做到，逼蛮军骑兵回营，我们这么多大男人，难道还不如你一个人？没错，跟他们拼了！不信，老子还不如一个林秀才。赵将军，蛮军已经溃逃了，我正打算回去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呢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林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是对方的大将军巴特。赵将军，我刚才看见北蛮大营还有很多粮草，他们没来得及带走，趁现在对方没有反扑，我们将粮草都运回城内吧。好，我这就安排。这些人怕是不够，再派俩人回去报信。升级了，还有兑换功能。神秘包裹又是什么玩意儿？噱头挺足，让我看看你到底能开出啥。骷髅鬼头刀，黄品，可兑换150点威望，是否兑换？看来只有威望商城自己卖的东西，他才会。谢谢林将军，谢谢林先生救命之恩。他没走，他竟然没有和冷冰君一起离开。夫君，你干嘛？各位石堡的父老乡亲，我林霄要宣布一件事，焦青儿就是我的妻子。他这人怎么如此厚脸皮？我娘子是异色瞳。异色瞳？那不是灾星吗？听说碰了异色瞳要倒血霉呀。可林将军救了我们大家呀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各位，我林霄不惧异色瞳，若青儿是灾星，那我娶了她，如何能够从千军万马里面杀家敌军大家活着回来？要知道，北境其他8个边城全都告破，那里的百姓尸横遍野，十室九空，只有石堡如今守了下来，你们能吃上粮食。对我而言，娘子非但不是灾星，而是福星。我早说这传闻不靠谱。林将军说的对，我支持，祝林将军和夫人百年好合。夫君，谢谢你。想谢我，晚上卖力点儿。讨厌。冷艳姑娘，说到底，这是我们夫妻的事。你一个外人，要是没别的事，还是离开我家吧。你以为我稀罕这破房子？我是担心你欺负青儿。我们夫妻正是新婚燕尔的时候，你捣什么乱啊？该不会你有什么特殊癖好，喜欢偷看吧？这家伙功力怎么如此深厚？冷小姐，要不是看在我娘子的份上，我早就揍你了。
别不识抬举。夫君，放过燕儿吧，她也只是关心我的安危，没有恶意。燕儿她刚来这边，也没寻好住处，不如让她去客栈吧。行吧，既然娘人都这么说了，这家伙可真不会怜香惜玉，心真狠。夫君，我给你打些水，清洗一下吧，去去污秽。好，那就麻烦娘子了。夫君哪里话，青儿是你一个馒头买回来的，可不得好好伺候夫君吗？堂堂一国女帝在伺候自己，算了，我就不和那女人计较了。穿越以来就没这么舒服过。夫君，这是从蛮君那儿缴来的，跟娘子成亲都没送什么像样的首饰，这些娘子都拿去吧。夫君有心了。其实相比去这些，我更希望夫君能送点别的给妾身。行啊，娘子想要什么礼物？这些诗词是夫君平日所作吧？妾身已经拜读了不知道多少遍，没想到夫君这样一位大诗人，竟然一直都藏于石宝，不显于世呢。看来这天武大陆武道虽强，文脉却凋零，我这点东拼西凑的水平，倒也绰绰有余了。夫君，这个就送给臣妾当新婚聘礼，可以吗？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。不行，我得立刻写下来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大展宏图。夫君，这首诗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不是，没想好，娘子随便取个名字吧。成了亲，连酒席都没办吧？这喜酒是不是应该补上？毕竟你都当着满大街的人说自己娶的是个福星，总不能怠慢你夫人吧？赵将军考虑周到，确实不能亏待我娘子。夫君，赵将军找你，快去吧。既然要办喜酒，那不如大办特办。我这里的金银珠宝，将军不妨直接拿去。你真舍得全都拿出来？这可不是小数目。将军，我能活到今天，也是因为有那么多死去的兄弟拼死守城。这石堡已是我的第二故乡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好好小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石堡的边军都统，除了我以外，你就是最高军衔。林秀才，今天你大胜归来，又当了都统，咱要不先喝起来？什么林秀才，喊我林都统？开玩笑的，私下里是兄弟，不用这么拘谨。咱今晚不醉不休。你个林秀才，从前可老实，怎么还学会骗人了？来，为了咱们的死里逃生，干杯！出来吧，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嫂子好，敬嫂子和林都统一杯。大家好，才是真的好。林都统，你给我们讲讲到底是怎么杀的巴特吧。其实也没想太多，想以少胜多，正常打法肯定不行，所以我就想着擒贼先擒王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找机会从后方潜入杀了巴特，只能说我运气不错。好一个擒贼先擒王！林都统，秦某佩服你的一身虎胆，想跟都统讨教几招，可否给个机会？林霄，秦河是刀山的弟子，论武力，我也未必是他对手。无妨。夫君哪来这般信心？秦河可是刀山弟子。公平起见，都用军中刀具，免得说我欺负你。就算你用皇品的刀，我也不介意。秦副都统，出招吧。血煞刀，你是血煞老魔的传人？血煞老魔还真存在，我还以为系统随便编的，无意间偶然学到的。原来这叫血煞刀啊！血煞老魔是刀山几百年以前的叛徒，杀孽太重后被清理门户。你是从哪里学会这刀法的？我父亲传下来的一部刀谱，刀法来历重要吗？只要我杀蛮子，你管我用谁的刀法？林都督说的对，武功没有正邪，善恶只在于武者之心。难怪你能活下来，越杀越强。不过接下来我可不会再让你轻松接下了。太强了，林都群威武！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还太年轻，目前没有收徒弟的打算。你要是愿意，喊我声大哥，如何？你不怪我，刚才怀疑了你。这有什么？我和大家一样，只是个普通人。只要你能杀蛮子，咱就是兄弟。小筒子，我可以直接跟这边土著学武功吗？可以，但需要完整的功法传授。注意，某些功法之间会有排斥，不可同时修炼。那我非要学有什么办法吗？功力无法返还，那这血煞魔刀暂时不能往上加了。万一以后遇到更好的地品功法被排斥，岂不是亏死？夫君，你不是读书人吗？这武艺怎会如此高深呢？可能是有些天赋吧，以前强身健体练的，最近上阵杀敌，突然长得很快。哦，夫君可真是文武全才呢。夫君，妾身有几句话，不知道当不当讲。娘子，我们可是患难夫妻，有什么话直说就行了，不必说这些。妾身觉得，夫君想派人去白水城采购物资虽然好，可风险很大。什么意思？夫君可知道，为何北境除了石堡，其他8座边城崩溃如此之快？诸王叛乱，无暇顾这边吧？北蛮先锋军只有1万多，攻城能力一般。白王手握30万大军，随便派2、3万守城完全没问题。他并非不能守，而是不愿守。你是说，
他故意要放掉这9座边城。没错，这9城边军都是朝廷的兵，非白王私兵。天下大乱时，白王只会觉得这是累赘。那白王就不担心被攻破，北蛮军下，到时候他腹背受敌。白王要的就是腹背受敌，边军败了是皇帝无能，边军全白王，到时候他守住背就得重满皇室去全境百姓的恩人。所以，那去白水城采购物资就很可能受到阻挠。夫君果然机敏。我哪比得上娘子？娘子又是怎么知道这些天下大事的？糟了，说得太忘形，差点暴露身份。若让他知道身份，便是将他拖入深渊。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娘子以前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女子，所以读过很多书，对不对？夫君猜到了。从你会读书写字，我就知道你来历不简单了。我确实纯还可以，但是家人遭了匪，就我自己逃了出来。娘子，我不就是你的亲人吗？对了，夫君，要不要叫去张军说说白水城购物资？真的挺危险的。没事，就让他们去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娘子，很晚了，该歇息了。夫君今日很累了，那要不娘子多辛苦一下？怎么辛苦？来，为夫教你。原来认真教学新东西真的很辛苦，不过娘子很有前途，一切也就值得了。又是这些没见过的选品功法，还不如秦河的厉害，只剩100点威望了。夫君，妾身是不是起晚了？娘子昨晚辛苦了，要不再睡一会儿？夫君就会欺负青儿。怎么叫欺负？我看娘子很开心啊。都统大人，林先生在家吗？是四叔和刘大爷。哇，你们这都是……都统大人，我们昨天才知道你成亲了，大家伙就想来祝贺您一下。这是我们连夜缝的一条红被，您别嫌弃。还有这些吃的，虽然上不了台面，可也是咱城里乡亲街坊的一片心。他们自己生活也拮据，却送来这些贺礼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你们的心意我就收下了，吃的你们拿回去，这棉被和酒水我收下。那都统留步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夫君，你现在可是石宝的大英雄呢。哎，我其实没想那么多，以后要是有余力，让他们吃口饱饭吧。夫君能有这样的想法，已经很难得了。都统大人，林秀，都统大人，还是得按规矩来。将军说这叫纪律。行吧，什么事儿？昨天去白水城买物资的人回来了，钱都被白水城官府扣下了，说是来路不明，暂时充公。白水的太守还派了一个司马过来，那司马点名道姓要见林都统你。莫非凌霄是故意要去招惹白水城的？末将林霄见过将军。骆司马，这位就是立下大功的林霄，如今是我们边军的都统。能斩杀蛮军大巴特的，竟是如此清秀的年轻人，后生可畏啊！司马大人，我听说拿去购买物资的金银都被没收了，这是为何？哼，还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及时上传捷报，谁知道购买粮草的是不是真的大钱边军？你放心，等你跟我回白水城，当面跟太守大人说清楚。白水城早就是白王的人了，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。骆司马，石宝如今的守将是我，要汇报战况，还是我去比较合适吧？将军，石宝不能没有物资，撑不过1个月。既然太守见我，我去一趟就是了。骆司马，将军也是一片好意，这样吧，我只带2个好兄弟，他们也没去过白水城，想见识见识。2个人还差不多。另外，你刚刚成亲，需要回去告知娘子一声，快些，太守大人正等着呢。林霄，你要带谁去？秦河武力高，又有刀山背挡，关键时刻或许有用。一个是姚刚，另一个我想带秦河。娘子，我得去一趟白水城。夫君，你是不是就在等这个机会？你一早就知道白水城太守会阻挠石宝购买物资，对不对？知我者，娘子也。夫君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娘子，我要做什么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我需要你那位闺中密友冷艳姑娘暗中给我当护卫。好，我这就去跟她说。但是夫君也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一定要保重平安回来。娘子，这是我缴获的一件西域衣物，若我平安归来，你将它穿上给我看可好？看着好短小，不过夫妻间本就坦相待，有什么好在意的？西域衣物当然可以，一言为定。娘子，你真好。林都统，让你们跟我去，没意见吧？俺早就想跟都统大人一起去杀敌了。荣幸之至。这次去白水城不是杀蛮子，你们只需时刻警惕，见机行事就好。让马喝口水，歇息一下，不必太着急。天黑前抵达就行了。北蛮骑兵，真巧啊，这局做得太拙劣了。你就是杀死我堂弟巴特的林霄？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我是贪狼部落的少主博塔，今日要让你血债血偿。
老秦、姚刚，你们护住自己，不用管我。老规矩，擒贼先擒王。击杀+5，功力+5，嗜血+5。 60年修为对55年贪狼道法占不到便宜，选品资质起了关键作用。该死，选品武器也是棘手难题。中原人，你很强，但不是我的对手。无法理解，为何伤不到他？莫非练就了顶尖护体玄功？那可是宗门绝密啊！了你！困兽之斗，没必要硬刚，先清小兵叠状态。全杀了，一个不留！嗜血+13，持续60秒。该死！不行，我是贪狼部少主，不能死在这儿，得先逃。卓别剑术，走，去把洛少豪那王八蛋找出来！他奶奶的，敢阴我们，去杀了他！蛮军根本不拦他，绝对是叛徒。冷姑娘，剑下留人！林都统，快来杀了这女刺客客！本司马回太守那里，必然给你请功。威望+30。才30道威望，这洛少红也不行啊。喂，你要杀他，干嘛还让我留情？司马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就尽量不脏冷小姐的手了。这罪名我来担着就是了。官兵都杀了，不差这一个。冷姑娘用的是剑林的飞云剑诀吧？这可是剑林内门弟子才能学的一流剑法，不知哪位长老门下？我的事，你一个刀山的人少打听。行了，剑林也好，刀山也罢，今天都是我叫来的。洛少红一死，这事儿瞒不了太久，白水城太守肯定要追查，到时候我们免不了背上谋逆的杀头罪名。林都统，白水城太守陆阳是白王心腹，城内常备5000守军，不好对付啊。你既然让我跟来，应该早就算到会这样吧？你有什么计划？很简单，杀了太守陆阳，拿下白水城。你是认真的？陆阳为了讨好白王，眼睁睁看着边城被屠，本就该死。他不死，物资永远过不来，石堡始终是孤城。可就算得手了，刺杀一城太守，这等于是谋反啊！谋反？谋谁的反？皇帝还是白王？大争之事，拳头才是硬道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先让自己活下去。石堡的父老乡亲都快饿死，我还在乎什么谋逆？总之，陆阳的人头我要定了。头脑清醒，有勇有谋，难怪陛下看上他。冷姑娘，白水城那边你就不用去了，娘子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，你还是陪着她为好。为什么？你看不起我？并非如此，娘子在家我不放心，而且你跟我们一起进城太显眼了。不行，青儿让我跟着你，要把你活着带回家。我现在回去了，他得骂死我。那我给你个任务，你先混进白水城，锁定陆阳行踪，天黑后城内驿站会合。没问题，晚上见。林都统，那我们呢？这是选品的宝刀，给你。都统，这刀是您缴获的，我可不敢要，您才更值得拥有。你别误会，不是白给。我想问你交换流火刀法和灵蛇身法，你可愿意？林都统，你要现学我的刀法，这就算我同意，您临时抱佛脚也学不会啊！流火刀法至少也要3年才能小成，这你就不用管了，能学成什么样是我的本事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就当我没说。林都统哪儿的话，各宗门天品镇派功法，哥保重，我一再会全交给您。这选品宝刀就算了吧。那事不宜迟，秦兄弟，请赐教。流火刀法，其精髓就在一个流字。这刀法看似凶猛，实则非常灵动。灵蛇身法是刀山绝学游龙步的基础，修炼到极致，可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翻山越岭，上天入地。恭喜宿主习得流火刀法，选品可进阶，获得技能流火3式。恭喜宿主习得灵蛇身法，选品可进阶，获得技能灵蛇步。靠，刀山传人这么不值钱，怪不得功法能随便选，马不停蹄，直接加点。为了避免加太多，还是一年加。叮，流火刀法满足版图是否进？来了，他来了！50年修为，终于可以进阶了！进阶！恭喜宿主，流火刀法进阶成焚天刀法，灵蛇针法进阶为游龙步。我操，100%速度提升！这要是早有了，巴特连反应机会都没有。焚天刀法、游龙步，再加上地品威望，这一次我看谁还能拦得住我？林都统，你怎么了？是我哪里讲的不够清楚吗？老秦，被你这么一指点，我简直是醍醐灌顶了。都统见笑了，我自己都学了半斤8两。哼，我现在10几招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指点的？没问题，我一定实话实说。惊鸿，业火焚城。这怎么可能？焚天刀法、游龙步，这都是失传的绝学啊！哦，
这就是你说的那什么进阶的刀法和身法。看样子我练武确实有点天赋啊。岂止是有点，林都统，你可能是传说中的武道圣体啊，就是比天品更好的资质，仙品。仙品中最适合练武的资质，明明只是个黄品资质，竟被当成仙品圣体，这该死的系统！你可别到处乱说罢了。这把黄品银血刀，你拿去吧，这是气力丹，吃了它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多谢林都统，兄弟，行个方便。这帮守军，我们在前线浴血拼杀，他们却在这里搜刮民脂，可恶！哼，也不能全怪他们。如今朝廷该效忠谁都分不清，底层士兵除了捞钱，还能做什么？好气派的酒楼。三位客官有预定吗？还要预定？上面都坐满了。2楼只接受预定，至于3楼，菜品最好，也无需预定，但需作诗通关，且先交1贯钱。作诗？那不是大老粗干的事儿啊！哼，什么题目？我来试试。对啊，忘了林大人是秀才了。每一次答题需要先缴纳1贯钱。什么？答题还得先交钱？这还得白搭进去1贯钱？行，这是1贯钱，拿去。客官，今日的题目就在那块竹牌上。啊，从军？客官，一盏茶的时间，您可以考虑一下。不用。天哪，只看2句便觉气吞山河，林大哥真乃神人。俺是个粗人，虽看不出好坏，但感觉好厉害。拿去吧，让你们老板看看，够够资格。客官，掌柜的，请您上座。在下白玉楼掌柜，姓苏，见过3位客官。想必这位颇有几分书生气的，就是写了这首诗的兄台吧？是我。林兄这首诗实在太惊艳，让我不由好奇，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？这样悲壮、凄美、浪漫的诗句，足以流传千古。不知这首诗可有名字？掌柜的，聊诗词之前，能不能先上饭菜？我俩兄弟还饿着呢。林兄稍等片刻，我这就让后厨上最好的菜肴，今日全打折。掌柜的，你这是什么癖好？喜欢看人吃饭？林兄，还没给这首诗取名呢。就叫白水词吧，在白水城做的嘛。如此绝妙诗句，怎能如此随意？这真是他写的，我且试他一试。以林兄出才华，应该不是本地人吧？不然我肯定是知道的。走江湖的。难怪，林兄文采斐然，不知道能否再为本店做一首诗？若能的话，这一餐全免单，如何？你是怀疑这诗不是我的？不敢，只是想多跟林兄讨要一些好诗，好装裱起来，挂在我们白玉楼的高处，让更多文人瞻仰。还望林兄不要责怪，实在是这样的好诗，世所罕见。你要是觉得我抄袭他人诗作，就拿出证据；要是没有，就少跟我整这一套。出去吧。我是来吃饭的，写诗没心情。打扰3位用饭，实在抱歉。苏某就此告退。林秀才，你怎么不再写一首？能省一大笔银子呢。是啊，林大哥这么好的文采，随便就能再写几首吧。这女的不简单，咱是来办大事的，低调点好。今晚要杀太守，主簿也是陆阳手下。万一引人注意就麻烦了。早知这白玉楼是那官员女儿开的，真是不该来。天色暗了，去驿站。查清楚了？当然，我已经摸清楚了。今晚陆阳会在太守府后花园宴请白王的幕僚。哦，有宴会？没错，宾客不少呢。我混进太守府打听了下，是因为石宝守住了，打乱了白王的计划。所以派来人和陆阳商量。你混进去过了，有办法让我也去到宴会上面吗？你要直接上宴会杀人？你疯了！就算你武功高，可太守府和白王幕僚手下都不是吃素的。如果我没看错，
至少有3个不弱于我的高手，加上几百个府兵，那么多弩箭，你跑得掉吗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需要让我进太守府，剩下的我自己搞定。你不劝劝他，不觉得这跟送死没区别吗？冷姑娘，我觉得凭都统的武功，可能真行。行吧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带青儿离开，我求之不得。嘿嘿嘿，我怎么觉得你是担心我死呢？我才没有，神经啊你！你等着。冷姑娘，你杀人了？哼哼，你才杀人，我偷来的。你的刀去哪里了？我的刀可长可短，怎么，要见识一下？呸！不说就算了，跟我来。从这铁翻墙进去，刚好有假山，可以挡住，不会有人发现。不过，你们要是进去3个，可就不好说了。他们俩的功夫，怕是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他们不用进去，直接在门外找个地方等着，我有需要了再来接应便是。这家伙轻功如此了得，我们走吧。在这里游荡会被盯上，反而坏他的计划。那麻袋里装的是什么？溜进去看看。速幻术，怎么是他？陆少爷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嘿嘿，浣纱，你可是白水城第1才女，还不懂本少爷想干嘛吗？陆少爷，我爹虽然只是9品小官，可毕竟也是朝廷命官，而且我这是朱老的弟子，你要是敢动，也保不住你。傻丫头，正因为你是朱老最喜欢的弟子，我爹才让我将你拿下了。什么？太守他？朝廷要不行了，我爹要投靠白王了。朱老是当世有数的几位大叔，我若是成了你的夫婿，他总得帮着咱吧。救命！救命！别喊了，这院子周围早就肃清了。浣纱，从你及笄那一天，我初次见你，就深深的爱上你了。哟，竟然还有威望，不错不错。林兄，苏老板，你还是穿女装比较好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救你的人，这一点都不好笑。我难道说错了？不管我是什么目的，救了你是真的吧？我倒也没指望你以身相许，可你未免对自己的恩人太冷淡了。林公子可否先帮我解绑，我再给你行礼道谢。没问题，这个世界的天然美女是真的香，原来世界那些科技与狠活的没法比。苏小姐，你身上好香啊，是脂粉的味道吗？我从小就这样。没看出来，这清冷的模样其实相当赞，莫非是什么天生媚骨？多谢林公子救了小女子。这陆少远是奉命来欺负你，现在他死了，你们一家怕是逃不掉哦。乱世之中，我们这些小官员家的女子本就水中中浮萍，只能随波逐流。林公子放心，我不会将你说出去。你先走吧，这里的事情我会自己承担。你就不问问我为何出现在这里？我想，你应该不是专程来救我的吧？我还就是专程来救你的。那林公子怎么知道今晚我有难？实不相瞒，白玉楼一面我就对小姐倾心了，我就想找个机会认识小姐，所以才会跟小姐来到这里。本来我只想远远看着小姐，可没想到恰好撞上了这档子事。你撒谎！我刚才在酒楼，你明明对我都爱答不理。我那会儿害臊，心里其实可紧张。总之，我为了苏小姐杀陆少远，心甘情愿。他真的对自己一见钟情，不惜一怒为他杀太守之子。苏小姐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既然没有回头路，我索性就把冷血杀手当到底。今晚一切责任我来承担，你只需要当做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就行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去哪儿？风萧萧易水寒，我便一去不复还。苏小姐，希望你能在乱世
找到你的良人。他不是世超的，他真的满腹诗书，才华横溢，能说出这样2句诗的人，绝对是真男人、大丈夫。林公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刚才你可能也听见了，白王和陆太守都盯上了我恩师朱老，而陆少远因我而死，我已经无法回头了。既然这样，与其被他们踩在脚下苟且偷生，不如拼一把。拼？怎么拼？今晚的宴会，除了陆阳和白王的幕僚外，还有很多白水城的官员士绅。这些人并非都想投靠白王，所以陆阳才把他们找来，希望威逼利诱。我只要去当众揭露陆阳父子的罪行，肯定会有很多忠义之士站在我们这一边。只要让陆阳变成反贼，白水者肯定也会犹豫，他也就无法再一手遮天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有一线生机了。苏小姐果真是女中诸葛，那我们这就去宴会吧。诸葛什么意思？就是冰雪聪明。我才不聪明，连你说的话几分真假都听不出来。当然都是真的，我从不骗小美人儿。哼，油嘴滑舌。站住！这里不是女眷该来的地方，让我数起。我是朱老的弟子，白水城部苏昌之女苏婉霞芳。您是苏小姐，白水城第一才女。怎么回事？她去哪儿了？今日能和孙兄把酒言欢，陆某心里欢喜呀。哼，陆老弟，以后一同为白王殿下效力，共谋天下大事，有的是机会。遥想年轻时，你我在书院求学，30多年未经能一起辅佐白王，真乃陆某之幸啊！陆老弟，虽然白王殿下已经同意留你担任白水城太守，可你这差事也得办好。明白。那石宝姓林的小子，我已经派手下司马前去解决，最晚明日一早应该就有信了。至于那朱老，还请孙兄告知白王殿下，稍等几日便可。那石宝不足为虑，关键是朱老。你若办成，殿下称帝，你便是一朝拜相，有何难啊？下去，这里有人伺候了。41年裂地剑左，在我的游龙部面前，你算个屁！不好，这速度！划出一记斩裂天地，雪白暴虐还内而怒。这怎么跟说好的完全不一样？这林萧是疯了吗？他想是什么？这是哪来的高手？如此霸道的内力！陆大人，我来对付这剑林的家伙，孙清河交给您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少栽赃本官，本官不认识你。这又是哪跟哪儿啊？他要把事情越搞越乱吗？大人不必惊慌，我是石宝边军都统林萧，您让骆司马召集我们边军过来，协助斩杀白王一党的逆贼。赵将军答应了。这真是太守司马请来的？为什么骆少红的令牌会在他身上？难道少红已经……孙兄，我没有，这跟我没关系。这小子诬陷。穿陆府仆人服，却拿司马腰牌，未免太巧了。陆阳，你竟敢诈降！快来人，把这姓林的拿下！无耻小人，快来人！陆大人，少爷很安全，有我们的人保护，您放心。这小子杀人如切菜，府兵也留不住他。现在少远被控，只能暂时妥协。陆大人，让府兵下去吧，现在没事了。都下去吧！今日的宴会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出去多嘴。你就是石宝边军的林萧，好身手。剑林的高手竟然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剑林高手，外门弟子罢了，真当自己是个盘菜。陆大人，方便的话，后院说话。公子正在等你。你真是石宝边军？如假包换。那你为何会作诗？文武双全，太神秘了。他说对我一见钟心，是真的吗？当兵是工作，作诗是生活，有问题吗？哼！好你个苏家丫头，你跟这小子早就认识？陆大人，你恐怕没资格说我吧？陆少远会做这种畜生行径，多亏了你的悉心教导。哼！要是你们敢动我儿子，你们谁也跑不出白水城。少远，苏小姐，去找大夫，就说陆大人被白王派来的刺客暗算，身负重伤。如果可以，麻烦你通知令孙、苏主簿，带着白水城的其他官员。苏小姐，以你的智慧，应该明白，陆家倒了，
我们才能活。如今我也无法回头，唯有彻底拉倒陆家，方有一线生机。好，我这就去喊人。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，这是要彻底和白王对着干。现在整个北境6州都是白王的势力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真觉得这6州的官员百姓都对白王忠心不二？与其说是归顺白王，不如说是没得选。毕竟谁都惧怕白王的30万大军。可正因为白王太强了，其实朝廷也好，别的藩王也好，都在防着他。这种时候，你说要是有人从后面给北境点把火，你觉得朝廷和其他藩王是否乐意看见呢？你要玩火？我只是想好好的活下去，青儿也不希望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你希望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你速度快，去给赵将军传个信，把这里的情况跟将军汇报，让将军尽快连边军和城中老弱妇孺一并迁到白水城来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赵将军放弃石堡？北境边关9城，如今只剩1座石堡，就算坚守，没有物资粮草，也维持不了多久。与其这样下去，不如趁着北蛮军还没杀回来，将石堡的居民转移。白水城的物资足够养活2座城的人，这样还省了我们从这里运粮的麻烦。关键是守着白水城，我们可以有良田自给自足，石堡那边随时容易断粮啊。对了，你可得把我娘子带来。用不着你提醒。你就是刚才杀了孙清河的林霄？正是。我乃白水城长史赵谦，这位是刘都尉，统管全城兵马，还不快让开，让我们见陆大人。大夫呢？放肆！本官做事需要你来教。哼！哟呵，这中年发福的大叔才是扮猪吃虎，49年地品内功，他竟是书院内门弟子。林都统，多谢您救了小女。应该的。苏小姐这么美，被陆少远糟蹋可惜了。你们快找大夫！来人啊，去把城里最好的大夫叫来！一通折腾纯属浪费时间，这2个家伙根本没打算让陆阳活下去。都出来吧！林霄，你谋害朝廷命官，现在本都尉就要将你缉拿，若不想万箭穿心，立刻束手就擒。赵大人，林霄不是凶手，此刻是白王的人。哼，苏小姐，这种话你觉得我们能信吗？念你是苏老弟的女儿，又是朱老的弟子，这次受蒙骗，就当没发生过。你别不知好歹。放箭！刘国金身上就凭你们，一根毛都别想伤着老子！苏超，苏大人，劳烦您一件事。林将军客气了，您救了小女，有事请尽管吩咐。今天发生这样的大事，白水城肯定人心惶惶，还请苏大人发布公告，安抚民心。就说陆太守忠于朝廷，宁死不降白王，惨遭白王刺客所伤。我们石堡边军受陆太守恩情，送来粮草物资，才能击退北蛮军。因为长史赵冲和都尉刘怀明叛变，陆大人只能派骆少红司马前来边军求援。今日宴会，在陆大人巧妙安排下，我们成功除掉了白王逆党。赵谦、刘怀明犯上作乱，已被陆大人诛杀。城内所有守军即日起移交边军都统林霄。怎么，苏大人有问题吗？怕是下面的官员不信啊。要是质问起来，姚刚，林都统有何吩咐？
把这赵谦和刘怀明的尸体直接丢到太守府外面。苏大人，谁要是不服，想要投靠白王，这两人的下场就是榜样。下官这就去起草文书。苏小姐，我想见一见朱老，能否为我引荐一番？你要见我老师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老师可不会屈服于武力。我当然知道，武力对朱老是没有意义的，我只是想请教他一些问题。当然了，如果他不愿意见我，我愿意耐心等待。劳烦苏小姐。行，我可以去问问，但你要回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你刚才对我说一件那什么的，是不是骗我？当然不是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净胡说，我才不信呢！清河，你守着陆阳的房间。姚刚，随我去白水城军营。刘都尉真死了！千真万确，尸体就在太守府门外。那边边军都督统林霄到底何人啊？之前击退北蛮先锋军的，好像也是此人吧？弩箭营竟然都杀不死这人，看来是真有本事。这下怎么办？他要是来了，会不会杀了我们？和平，29岁，大漠刀法27年，曹安28岁，黑蛇枪法26年，实力最强的是这两人。诸位，陆太守有令，让我边军都统林霄接管白水城守军。和平、曹安，你们过来。大人，你为何认识我们？哼，废话，陆大人让本都统来接管，怎会不提前将你们的身份都告知我？不只是你们，还有张二毛、鲁大川、李卫。陆大人说了，都尉刘怀明叛乱，你们中就算有人误入歧途，也不能多加责怪，要给你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所以本都统现在过来，就是问你一句，是否愿意继续为朝廷效力？如今白王一党谋逆，白水城随时可能被白王叛军讨伐。若是你们中有人要解甲窥田，本都统绝不强留，还会给你们一笔钱。你们也不用急着做决定，给你们1天的时间。事先提醒你们，如果1天后愿意留在白水城的，从上到下所有军官到士兵，月前涨5成。大人，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们若留下对抗白王逆党，是忠义之师，理当获得嘉奖。可钱从哪里来？朝廷现在自顾不暇，北境6州又被白王把控，我们的军饷都欠了3个月了。感情白水城都这么穷，还欠着这帮当兵的工资呢。这你们就不用管了，陆大人都已经安排妥当，明日就会补足你们的军饷。之前都是被白王的那些爪牙胁迫，克扣了你们军资，包括我们边军将士，不也差点断粮吗？如今我们击败了北蛮，又来里杀掉了白王逆党，这都是陆大人的功劳。大忠臣陆大人重伤不治死了，嗝批的还真是时候，这功劳归他没毛病。给一帮守军的军官画完大饼，给他们1天的考虑时间。走，回太守府，去陆阳房间。都统，您可算回来了，一直哭，吵死了。好家伙，不愧是一郡太守，竟然有这么多老婆。都回自己的住所，不许出来。一帮老爷们儿上阵杀敌容易，可管理后院还真得女人来。现在就盼着萧清玄赶紧过来，以他女帝的资历，应该能帮上很多。林都统，下官连夜起草好了公告，请您过目。苏大人，连夜将这公告贴到郡内各处，不只是白水城，下面的县城也要让全沧州府的人都知道，咱白郡是忠于朝廷、忠于陛下的。林都统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如此一来，白水就成了白王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啊！是啊，但比起给白王当狗，我更想当一个站着的人。苏大人应该也不甘心一直默默无闻吧？白氏，这小子莫非知道我的底细？看样子这林霄所图甚大呀！不管了，要是不行，带上娘子和闺女，直接开溜得了。小人这就去办。对了，苏大人，你让本郡的司户过来一趟，我有事问他。今晚太守府血案太过骇人，根本睡不着。得知斩杀刘赵2人的灵都督头找我，千万不能怠慢。神丁，神之血1到100次，满足进阶条件，是否进阶？进阶。小童子，这词条什么意思？词条功能显示的是人物的高光属性，一般是此人擅长的领域。特别提醒，词条分普通、特殊、传奇、唯一4类，目前等级最多显示3条。靠，我都宗师了，怪不杀这帮家伙砍瓜切菜。不是，女帝夫婿也算词条，竟然还是传奇，这词条有什么用啊？都统大人，下官郑思齐拜见大人。郑大人，不必客气，其实是陆大人让我找你问问，如今咱郡府库内还有多少银两？
陆大人问的，大人应该清楚啊。还剩3000两，才3000，补上守军军饷，至少要5、6万两白银，保险点甚至要6万两。最简单，无非杀几个土豪士绅，但等于坏了名声。以后有钱商贾全避着走，经济倒退，必须依法处置。杀鸡取业只会自食恶果。郑大人，有没有什么法子能够在1天内凑足6万两银子？下官斗胆，若是能劝陆大人借出一部分私库的银两，或许能解燃眉之急。陆大人私库有多少钱？这小人就不知了。但是愧是忠君爱国陆大人！我靠，你个贪官，你不死谁死啊？郑大人，你粗略估算下，这里有多少银子？应该10万两左右。郑大人，我命你立刻清点财物，全换成银两。明日天黑前，军饷必须准备齐全。刷新。地品物件，所需威望竟然要1200，这简直是杀人于无形。可惜太贵了。纯阴体质，小筒子，我娘子的玄阴之体是不是能炼制寒玉弓？残卷500威望，拿下！走你！肉身强化更强了，细胞都在新生，资质突破了。奢侈一把，神秘包裹，给我开！这也行，关键时刻可以阴一手敌人。林都统，我怎么感觉你又变强了？毕竟在你们休息的时候，我都在练功。见过林都统，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想先听什么？我喜欢先苦后甜。老师不见你，这是他写给你的问题，满意才见。大卢也没啥了不起啊，这3字儿我都认识。名为首，社稷其次，君王在此，这1、2、3排序不可谓不大胆。你刚才对我说的一见倾心，是不是骗我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吗？你小子连白王都敢干，本将军有什么好怕的？夫君，你是要吓死妾人？怎么突然把整个白水郡给闹翻天了？娘子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乱七八糟的事儿，还得你帮夫君理理顺呢。夫君切莫开玩笑，这种大事自当应该和赵将军商量。我想与林老弟结为兄弟，不知可嫌弃我岁数太大？这老小子竟有一双慧眼。赵大哥客气了，既然如此，以后你我就是兄弟相称。多谢赵大哥看得起我们夫妻。乡下人又来抢粮食了。民心不稳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大人，陆府财物已清点完毕，请过目。103625两，这还差得远啊！陆阳到底欠了多少？劳工、商贾、青楼，至少5万两银子。军饷必须发，否则挡不住白王围剿。夫君，底层百姓的钱也要还，重视工农，开垦荒地，自给自足才是根本。以工代教，让石堡百姓去开荒，这钱给他们是救命钱。至于青楼风流债，让陆家女眷去还吧。陆家的债，陆家人还。赵大哥，这白水郡以后就靠你了。陆阳死于刺客之手，赵将军代管军务。发军饷啊，还涨了50%。娘子，这么晚了还在忙？我在规划开荒点，只要民心稳，白王也不足为惧。有我这贤内助，既然想谢我，是不是该穿那件衣服了？夫君，你能不能换一件？这两人还要不要人睡了？你有妻室为何不早说？为何还要欺骗我？我没有欺骗你啊！再说了，我娶妻了还能纳妾啊！你无赖，当徒子！喂，朱老到底怎么说？放开我，我老是不见你。不好了！林都统，我们的物资半路被山匪抢劫了！什么？是不是一群胸口绣着松字的山匪？正是，这群山匪不过50几人，却马术精湛，武力高强。我们这些弟兄实在不是对手，加上还有石堡百姓需要保护，忙乱之中被他们抢走了好几车物资。
苏小姐知道这伙人。万松寨就是离白水城最近的万松县一带。苏小姐，你可知有谁熟悉万松寨的情况？你要去剿匪，那伙人可不好惹。我要是连一群山匪都治不住，这白水郡还怎么管？正所谓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扫天下，这就是他的心里话。我带你去吧，别忘了我是白玉楼的老板，整个白水郡的情报，你以为哪里最灵通？看来这女人还有干情报工作的潜质啊！少瞧不起人，本姑娘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流。剿匪可危险，你行吗？行，那就一起。你不带兵过去？不用，大张旗鼓只会打草惊蛇。再说了，北蛮大营我都闯，区区一个万松寨，何惧之有？情报是真的，你真的一个人杀入了北蛮先锋营，杀死了巴特。巴特的刀，贪狼部少主博塔的刀。这男人果真勇武，要是没成亲就好了，当妾不甘心啊。掺杂了树皮、草根、观音土。穆姐姐，苏老板，苏老板，这位是林都统，因为物资被万松寨抢了，所以想来请你们帮忙带路啊。这之前不都试过了吗？还去吗？物资对我们很重要，还请穆姑娘帮忙，只要让我知道对方位置即可。好吧。穆婉莹23岁，大前骠骑将军穆铁心之女，万松寨寨主。苏老板，林都统，我跟寺院的人道告别，然后就带你们去。告诉吴将军，带上兄弟们，在第3谷口设伏。原来是带了一帮穆家军户落草为寇，可你抢了老子的物资，那只能给你点教训了。前些日子村里人打猎的看见过山匪，从那边口子上去。苏小姐，山路难走，你就在这边等我吧。穆姐姐能去，我就去不得。她是本地人，对这儿熟悉。再说了，如果天黑了我还没出来，你得回去帮我叫救兵。早说让你多带一下兵过来了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那就麻烦穆姑娘带路了。两位请跟我来。穆小姐，你这体力可真好，爬2个山头都不带大喘气的。平日里上山打猎习惯了。是吗？你要不说，我还以为是练过武功呢。我可没这个机会。猎户的女儿穆欣是没机会，可骠骑大将军穆铁心的女儿应该有吧？林大人，您说什么？穆小姐，你不觉得这万松寨的事很不合理吗？一帮山匪3番2次被围剿，却从不报复给官兵带路的村民。就算山匪再怎么侠义，也不可能如此大度吧？你一个猎户的女儿，打猎赚的钱养活自家都费劲，又哪来的钱可以去施粥？我承认不合理，可你怎么知道我和穆铁心有关系？还真是啊，我就是炸你一下，这回你自己承认了。你本来还想晚点动手的，既然被你识破了，你就死在这儿吧！上！等兔子！喂，你一言不合就要杀我，我打你屁股不算过分吧？我就要杀你！下去吧你！凶！我让你凶，还敢杀老子？问你话呢！从小到大，哪里都是高人一头，现在竟然被如此羞辱，原来我也只是个女人。不会被淹死了吧？喂，醒醒！委屈。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！那你杀我就是了，为何要打我？为何要毁我名节？咋的呀？还要我对你负责啊？难道要他负责？天地知道，你我知道。你若不愿意要我，那就今日杀了我。我已经娶妻了，你来也只能做小。做小也可以，但是若有了孩子，要称我为母，不得喊姨娘。你才刚认识我，就不怕我是坏人吗？苏缓叔青睐于你，他挑食，看上的男子绝非寻常。想和我在一起，得看胆量。希望我的眼光是对的。自己是来剿匪的，
怎么就……幸好你没去杀杨耿忠，不然我们就遇不到了，对吧，莹莹？只有爹娘这么喊过我。吴将军，快住手！这是误会，他是边军都统林霄。你就是那个杀了北蛮先锋，逼退上万铁骑的林霄？怎么，不像吗？大小姐，您这发型是不是强迫了大小姐？是又怎样？他跟了我，吃香喝辣，跟你们喝西北风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就看看你是不是如传闻厉害。流火奔腾！这是什么刀法？你莫非是天品资质？不然如此年轻，怎能有如此修为？你们在我眼里就是小角色，归顺我就还是穆家军，不服就杀光。我等愿意追随林将军。林郎，跟我说说怎么以一敌万杀退北蛮军呗，我想听。那当时我就一声大吼，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林霄亮晶晶晶的。正好有个山洞。突然有了男人，穆家军又重燃了希望。什么人？飞云剑诀，剑灵弟子。林郎，你干嘛？我们比划与你何干？我的女人，我当然得帮她。倒是你，一大早就对我的女人动剑，是想找打？你偏心！我当然偏心了，不帮我的女人，难道还帮你个外人？如果自己也成了他的女人，他会帮谁呢？不对不对，冷冰剑，你疯了吗？夫君，燕儿就是为妾身鸣不平，妾身都劝他了，可他就是不听。娘子放心，我当然明白，这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婉音，我的姐妹并无恶意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无妨，我看得出来，这位姑娘并没有用全实力，并非性命相搏。听见没？他都知道我是试探，就你多管闲事。试探也不行，谁都不许欺负我的女人。自己这夫君就会哄女人开心，以后姐妹怕是少不了。妾身觉得婉莹的穆家军应该作为表率，与其吃着军饷不干事，不如先去帮忙开垦拓荒，建造房屋。兵不在多而在精，我支持青儿的说法。没问题，我也正想整治一下全军。等下我和婉莹就去军营筛选下精锐。夫君，朱老可答应见你了？这老头，苏让和说他不肯见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朱老对我们很重要，他不仅在沧州是文人领袖，在京城也是门生不少。如果能够结交朱老，别说白水郡，整个沧州都会对夫君另眼相看。看来得做出一番事业，才能让他重视自己。夫君可以多些耐心，妾身以为朱老应该是想多观察一会儿。穆家军眉宇间都有傲气，不瞧得上杂牌军。赵大哥，穆家军不愿意带着大家一起练吗？你们来之前其实练过了，可最后闹得不欢而散，差点都打起来了。今非昔比，哪能由着性子？我去跟他说说。哎，婉恒，这种事不能强求，强扭的瓜不甜。那怎么办？若是一直不能合练，怎能兵强马壮？吴将军，敢不敢和我来一场比试？不敢，林都统武功盖世，怕是只有武道宗师级别的才能与您一战。不武功，我们比一比练兵，如何？练兵怎么比？那不如就比比骑射，如何？林都统，我这些穆家军的弟兄骑射绝不弱于那些草原骑兵，你真要比试？当然，我们就各选5人，7日以后来一场骑射较量，规则就按照你们穆家军的来。若是你穆家军赢了，从此穆家军的训练我不多过问。可若是我的士兵赢了，你们穆家军怎么训练，得听我指。没问题，末将这就去告诉兄弟们，7日后马上见高下。林郎，我不是自夸，这些穆家军的兄弟个个都是精锐，你真有把握吗？是啊，贤弟，你之前处决过陈州，应该知道，边军就算一个副都统，也就那点斤两，半路出家当兵的，和这些职业军户出身的，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就是要差距大，赢了才能震慑人心。要是本就差距不大，赢了也说明不了什么。赵大哥，让全军集合，我今天要给将士们重新分配一下工种，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。优秀的士兵如果去开荒，是我们的损失，还是仔细筛选一下比较好。好一个人尽其才，贤弟说的有理，可你怎么能判断呢？我看人还算准，老哥信我就行了。印阶，
神之境进阶成功，拥有范围看穿效果。信息太多，有些头晕，看来还是几个看舒服一点。想必你们也知道，我们白水郡的粮食产量不够，所以需要开垦荒地。接下来我叫到的人，不论军衔，今天就去农务司报到。只要你们服从命令，军饷会照常发，不用担心。张成、李小六、王二山、卢伟。大人，我不服，我要留在军中。我13岁练武，练了10年，凭本事当的校尉，为何要我去干农活？你练了10年？没错。那你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今年31岁了？我23啊，大人您看册子上都写着呢。大胆！就你这3年的铁线刀法修为，当本都统看不出来吗？你这校尉也是花钱买的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个农户，还打过铁，是不是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我愿意去开荒。陈川，出列。大人，是要我去开荒吗？开荒？我担心你给人开瓢啊。说说吧，犯了什么事儿，成的朝廷通缉犯？大人，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。百步卷结凌云步，你是剑林外门弟子对吧？谗言。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己说实话，不然我就一刀劈了你。大人听我解释，本名陈燕，员外之子如我妻，他投井了，我一怒杀那畜生。我确实杀人，处置我无话可说。川哥借钱给我老母，是好人，为妻儿报仇不过分。我不抓你，愿代表白水城比骑射吗？肝脑涂地！李旭，你干嘛？你一个养马的也想上去吗？李旭，出来，就是你了。小人李旭拜见都统大人。他没上过战场，凭什么？你们和他比骑射，赢就入选。琳琅慧眼识珠，养马竟有此本领。贤弟总能给我惊喜，识人我自愧不如。这才刚刚开始，我需要更多时间。城外来了新太守。我乃太守贾鹏举，这是官文。哼，只有白王印进，他称帝了，不配合就是谋逆。哼，谁造反，任免官员才是。少做无用的抵抗。全杀了！接下来怎么办？沧州真有3万兵马呀！和击退外敌一样，主动出击，正面冲杀3万兵力。敌军不知贾鹏举已死，我们可抢占先机。他们出师无名，给契机必全线溃散。琳琅是打算斩杀敌军主将范崇？我怎会轻易涉险殒命？大人，恳请带上我们，沙场建功。此战核心是牵制，绝非死战硬拼。保全自身全员存活才是胜利。违令者军法处置。范将军，快带我见范将军，有事禀报。你是贾大人护卫，可有凭证？好，你既是贴身护卫，我怎生从未见过你？贾大人若有不测，你担待得起？哼！拿下此人，死活不论。凌霄反手挥出狼牙乱月刀，刀身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，红，烈火焚城。地品武学，降为碾压。斩杀刺客，赏银1000两。
总算找到你了。禁术上前拦住他，快！小子还敢追袭，给老子死！金刚不坏！啊，怎么可能？铜皮铁骨也该留印！一刀流火飞扑！他只有一人，必须死！弓箭手射死他！哼，想耗死我，先杀你！焚天刀法，血煞魔刀。琳琅杀！是穆家军，快跑啊！琳琅没受伤吧？没事，范崇还不如巴特，他慌了。哈哈哈！贤弟威名传遍沧州，快清扫战场！大人，他们是被范崇抓来的戏班。传奇词屌，这老头不简单。不懂，他叫老于，是班里修道具的杂役。请你们去白水城唱戏，给钱。谢军爷。贤弟，此时骄奢淫逸，怕吃大亏。哈哈哈哈！让开荒百姓苦中作乐，这是精神食粮。振奋军心，琳琅真会想办法。边关战神怎有空光临小店？在你面前，我只是单纯的凌霄。这坏人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哈哈哈！好酒好菜上来，我请客。杏花村三蒸三晒，好酒。老先生是行家，想要酒，说说怎么成的朝廷钦犯。公叔羽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公叔羽，你说说他就是公叔羽？苏老板听过。公叔家修皇陵却坍塌，他跑了，红帝震怒。老于，你怎么把皇陵修塌了？关我屁事儿！工部以次充好，我只能按时完工免杀头。我留后门通排水渠没死人，因欺君抓我。交出你，皇帝该奖赏我吧？你要我干活，除了信你，有得选吗？好射术！3天后，我要这5人迎穆家军，可能吗？穆家军千里挑一，除了那俩，其他够呛。不行也得行，成了5堂杏花村，至少10坛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怕喝死，成交。实力不够，技术凑，有老于就能造出来。夫君，妾身去洗洗。发生什么事？你欺负你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妾身没用，连小事都做不好，孩童朝他丢石头，骂异色盟妖怪。孩童背后有人捣鬼，是不愿见开荒的地主豪绅。我不惹他们，他们急着找死吗？这只是下策，不能自毁名声中圈套。名声我要，女人也不能受委屈。夫君有对策了？先去洗洗，带你下馆子。打胜仗了，带娘子来喝几杯。领夫人来吃饭，小女子佩服。娘子天生命格不凡，福缘深厚。妾身异色瞳被当灾星，不敢说福缘。哈哈哈哈哈！谁与我为敌，谁死。敌人的灾星就是我的福星，让我也沾点福报。还真是，异色瞳对敌是灾星，对咱是福星啊！他人砒霜，我知蜜香。林将军因祸得福。闭嘴！想想范崇脑袋，宁可信其有。我演的还可以吧？无知恐惧反过来也能变成武器。这样真能改变偏见了吗？娘子被欺负，
背后主谋是谁？我猜是邱康元邱员外。东城外800多亩地的邱员外，他女儿是陆阳夫人，能不恨你们？找证据，出手就全端了。娘子，你就是我凌霄的福星。这夫君演上瘾了。异色盟果真是福星。异色盟是福星，不会是真的吧？哼，那是骗蠢货的。杀父杀子之仇不报了，弄死几个贱民，推他身上，坐实灾星名头。那，你要的情报？还真是，只有前太守老丈人敢招惹他。闺女，这交出去，咱家可要被死胖子还不来时睡觉！夫人莫急，我来啦！莹莹带队伍保护苏姑娘，邱家交给我。这坏人故意的。哈哈哈！林将军大驾光临，恕罪恕罪。听说邱员外是大善人，林某心中敬仰。这是何意？陆大人忠君爱国，这匾额和银子该雕还。民妇见过林都统。告辞。不管怎样，银子回来了不少。女侠饶命，要银子都给你。你女婿违抗白王，害死孙朗，留你不得。大钱忠魂，林霄这是道德绑架我。杀人了！救命！我乃军副都统秦河，你是何人？胆敢半夜行凶！少废话，有本事就来抓我！不愧是凌霄的部下，好身手！快去通报林都统！秦河，怎么回事？陆员外的一个妾室，让他说吧。回禀大人，是一个女刺客，半夜闯入府，杀了老爷和大小姐。哪儿来的刺客？是邱员外的仇家。刺客说，是白王殿下。岂有此理！这狗贼，杀了陆大人还不够，连老丈和遗孀都不肯放过。大人，会不会是那刺客嫁祸栽赃给白王？也有可能。这样，封锁邱府，我们进去好好搜查一下，找找有没有别的线索。来人，封锁邱府。夫君回来啦，辛苦了。林郎怎么样了？郑思琪还在那儿清点，这老东西是真富的流油，粗略估算，光抄家能抄出20万两银子。太好了，军队最是费钱，有了钱，军心也就更稳了，还能扩军。夫君，那邱家的人就眼睁睁看你抄家。他们当然有怨言，可邱家没了靠山，平日里又缺德，谁会帮他们说话？再说了，他们连仇家是谁都还没搞明白。哼，臭不要脸的，为什么非要让我说？不愧是凌霄的部下，有你这么夸自己的？把我的威望抬高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我们一起经历这么些事儿，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啦。谁跟你一条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说船，床能是一条的吗？冷姑娘，你的想法很危险啊。你好了，夫君，别逗燕儿了。她为我去当刺客也很不容易。夫君，邱家的1000多亩良田，妾身想先交给佃户，照常种着，等收获的时候和我们开荒的田地一样。除了自留的2成永业田，8成口分田，收5角1，你看如何？娘子做主就好。谢谢夫君。听说了吗？邱员外死了，白王的刺客。难道陆太守真是大忠臣？白王竟然连他丈人都不放过？我一表弟就是邱府的下人，听说那刺客可厉害，好多人都受伤了。要不是边军的将士刚好在附近巡逻，邱府怕是要血流成河。还有个传闻，邱月红为了报复林都统夫妇，竟然买通孩童去丢泥巴，这就难怪了。之前说林夫人是灾星又是福星，叫你乱扔泥巴，那是你能惹的人吗？老于，行不行啊？我怎么手有点抖啊？石潭杏花村，您就等着破费吧。行，要是输了，我砍了你。不是，
你先前也没说输了有惩罚呀。现在你不就知道了？一大把年纪还被小辈儿坑。骑射比赛正式开始。第一局，陈川胜。铜钱不必抛了，李旭，你选吧，谁先？将军先请。为了不愧负林董的信任，我要拼一把。这。神射手词条，跟你闹呢？原来修为提升了，还自己改进了功法。大小姐，末将无能，给穆家军丢脸了，还请责罚。吴将军，输赢乃兵家常事，这次比试并非为了责罚谁，只是让你认清现实。现在你们应该认可林都统的练兵之法了吧？心服口服，还望林祖统赐教。为何李旭他们短短7日能够提升如此之快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请来了这位能工巧匠，为他们量身调整了弓箭、马鞍等装备。就这么简单？看似简单，可术业有专攻，若是没有专业的人指点，永远也跨不出这一步。林都统，是我鼠目寸光了，还望您不计前嫌，能够指点我们穆家军的兄弟。他一步步将不可能变为可能，真是天选良人。吴将军请起，婉莹是我的女人，我自然会全力帮穆家军重振雄风。大人，不会又有什么杀头的任务交给我吧？你看看，这玩意儿能造出来吗？这图纸谁画的？也太粗糙了。咦，这是弓？不对，这上面的圆盘是滚轮。哦，如此一来，哪怕是用较少的力气，也能轻易拉满弓了。不愧是皇家工匠，这么快就明白这偏心轮的用处了。大人，这弓是您设计的？祖宗传下来的。您祖上哪位大师啊？这你就甭管了，我只是抛砖引玉，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，我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可惜呀，我那伙赵皇陵的工匠朋友在就好了，这需要极高的铸造手艺。我虽然能理解大人您的意思，可我年纪大了，一些力气活一个人干不动啊。姚刚，是我们大军的最信任机密，你一定要帮我把攻防看住，配合老于把活干好。林都统，是不是我打架太没用了？你要赶我走啊？想什么呢？原来是这样啊！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这保密工作还得靠自己人。夫君，你回来啦，我们正想去找你呢。不是快吃晚饭了吗？怎么还出门？夫君不是给开荒的军民准备了戏班子吗？这几天很多人都在看戏，妾身听说挺热闹的，打算一起去看看，听听大家伙的反响如何。毕竟戏班子的钱是我们在出啊。林郎，你也去吧。林都统来了，大家快来拜谢林都统啊！夫君，你看，大家都很拥戴你，因为你来了，大家有饭吃了，将来还有田。这都是娘子的功劳，娘子辛苦了。都统夫人，这李子可甜，给您吃。大爷，我不是夫人。你怎么不是？虽然是小的，可也是我夫人啊。小姑娘，你这次真送错了，她真不是我的夫人。不是你夫人，还不让吃李子了？这戏也太老套无聊了。今天还没刷新呢，看看有什么好货。刷新。咦，看戏还能触发成就？怎么全是唱戏用的？还这么贵？啥玩意儿？黄品卖1500？小筒子，这易容术是不是价格标错了？地品寒玉弓才650啊！部分功法具有稀缺性，宿主的不灭金山亦是如此。先锁定吧，可惜现在买不起。夫君刚才心不在焉，可是不爱看戏。主要这戏都是前朝老剧本了，没什么意思。是我不好，早知道琳琅不爱看，就该让琳琅多休息。说什么傻话！就算不看戏，我也想多陪陪你们。我在乎的是人。今晚月色正美，我们就别分开了。
你们等下一起陪为夫泡汤如何？还是让婉莹陪夫君吧，妾身这几天不方便。娘子辛苦了，都是为夫考虑不周，下次再说吧。夫君别嘲笑妾身了。贤弟，你可回来了？赵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是我派出去的探子送回来了急报，北蛮和白王要夹击我们。北蛮和白王要夹击我们。白王石勇接管了败退的3万州府军，明日拔营，2日内抵达。石勇出身银甲军，嚣张但骁勇，敢打敢冲。这次再想吓退3万州府军，怕是难了。关键是北蛮那边，贪狼部落族长巴亚尔率1万大军会同先锋军，组成了2万大军。贤弟，要是让百姓知道是你杀了伯塔才引来了北蛮，必然会民心大乱啊！兵不厌诈，这是要扰乱军心。两面夹击，这是要我们非死不可。朝廷自身难保，不会来管我们。1万对5万，腹背受敌，这白水郡怕是待不下去了。贤弟，你不如带着弟妹他们直接趁夜逃走吧。逃？那你呢？我一把年纪了，逃了也无处可去，何况我还有家室，而你不同，你还有大好前程。远在京城的昏聩红帝，可知还有这样一群人在撑起大钱的脊梁。赵大哥，至少还有1天多的时间，先别想着战死，或许还有奇迹。都这样了，贤弟还有办法？我脑子里有一个计划，虽险却有一线生机。夫君，妾身愿意做任何事，唯独不会离开你。我也一样，琳琅在哪儿，穆家军就在哪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干。这能行？好，贤弟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苏大人，怕是等天一亮，一家就要逃得不见踪影了吧？您说这些箱子啊，是我夫人要回娘家探亲。林都统，欢迎。林都统，白王和北蛮勾结，要两军夹击白水城。我爹不让我告诉你。唉，这下瞒不住了。要放过你可以，关键得看诚意。宣威将军石勇、贪狼部族长巴亚尔两边的情报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情报在书房，我见过一些。林都统，请。苏大人，消息灵通啊，真的只有这些？都统大人，养眼线是要花钱的，出了沧州就不灵了。苏小姐，苏大人也是爱女心错，如果你跟他走，我也不会阻拦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绝不允许他被蛮子毁了，你听到没有？这丫头有点意思。目标石雄，必须得手。知名度太高，只能靠脸了。丁，威望加10，威望总额1840。1500点，拿下！啊，还用问？丁，成就1人千面。咦，还真管用。嘿嘿，原来是真有用啊！丁，检测到宿主修为突破500年，奖励幸运福袋。不急，等将来天品功法再开，这种小地方防守肯定松懈，我就以这种方式声名远扬了。进去吧。石勇，你在哪儿呢？戒备心很重啊。大军开拔，他必然出来。地品功法千江映月，35年铁骨功，有点棘手。石将军，讨伐反贼林瑶，夺回白水郡，就靠您了。传令下去，拔营出征。是。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莽夫，得意什么？嘿嘿嘿，走走走，本官邀请了醉花楼的弄影姑娘，提前庆贺一下。大人可真是风雅至极。咦，刚才那是石勇的兵吧？呵，治军严明，却落下一个亲兵。装束和普通士兵没区别，这就能混进去了。就你了，活人进不去，死尸却能进空间。忙的时候根本没人会注意多了一个，还悍将呢，怕死得很。你个小卒想干嘛？周校尉，有人要来见将军。
大晚上的何人？对方蒙着脸，但是有一封白王府的印信作为凭证。怪不得身材熟眼熟，原来是蛮子。少废话，这是白王府的印信。请跟我来。你出去吧，时机未到，先听听他们说什么。石将军，我们大军已在白水城北集结，明日午时攻城。攻下白水城没问题，可林霄的头颅，本将军要带回去献给白王殿下。不行，林霄杀了少族长，我们要将他千刀万剐。我只要头，身体归你们。另外，穆家军的穆婉琪，那是白王殿下要的女人，小事一桩。还有，等我军入城，你们就要撤退。那是自然。将军，末将有事求见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何事啊？刚才那蒙面人塞给了末将一张纸条，似乎是情报。这是……太刺激了，多亏了那扎达。将军，周校尉不见踪影，似乎是失踪了。无妨，他有别的事要做。午时之前必须赶到白水城，出发。要是能全部收编，该多爽！石将军，恕属下斗胆提议，我们能否迟一日再攻打白水城？理由？他们为大前戍边守土，应是功臣，属下愿做说客，劝他们放弃抵抗。魏参军，你少颠倒黑白！林霄那是杀人如麻的恶徒，州府军边军都是我大前子民，何必自相残杀？若能兵不血刃，不是大功一件吗？魏参军的说法，你们有谁同意？王崇、白不黑，你们俩好像有话想说啊。林霄武功太高，加上穆家军，若拼死抵抗，我们会损伤极大。军中不少兄弟和白水城沾亲带故，上次范崇死，就是因为很多兄弟不想打呀。金令如山，这也能借口？属下知罪。林都统在哪儿呢？沧州军都到了。穆小姐，无论何种情况，守护城中百姓就靠你了。赵大哥，要不还是我带兵出城吧？贤弟孤身涉险，我怎能让他家眷冲在前面？还望穆将军成全。承你吉言。啥意思？不守城，敢跟我们骑兵血战？岂有此理！这是看不起我们大满铁骑。父亲让我带5000骑兵，直接碾碎他们。对方这几千骑兵几乎是所有家底，全杀了，城也就拿下了。赫托，带上你的人，将敌方将首脑袋砍下来，给为父倒酒喝。杀！贪狼部落的勇士们，随我杀了这群大钱贼！兄弟们，但凡相信我、信林都统的，随我杀！将军，为何要绕道去城北啊？少废话！违抗军令者，军法处置！全军听令，随我上去围剿蛮贼！这里没有白王，只有大前军人。蛮人若赢了，会杀你们父母，凌辱妻女。石将军，我魏东学自愧不如，愿随您战死沙场。我等愿肝脑涂地，杀蛮贼！不好，中计了，他们是一伙的。该死！扎达，你不是说都谈妥了吗？无耻的中原人！石勇，找死！赵将军，林兄弟已经来了，一起杀上去！真是一员虎将，竟是林贤弟策反了石勇！兄弟们，有援军！势如破竹，趁乱斩首！怎么回事？石勇不是来攻城的吗？这家伙怎么做到的？夫君，真乃不识奇才。弓箭手，给我射杀他！
烈焰焚城。狼牙冷月刀，杀了他！不能省，买金元丹。将士们，杀！一个不留！别想跑！列阵，拦住他！除掉他！这还是人吗？给我做！该死！我跟你拼了！这什么情况？孤心神影！兄弟们，蛮贼的首领死了！石将军为大前子民血战山王，我们为他报仇！石将军牺牲了，杀过蛮子！琳琅，你太冒险了，孤军深入。最困难的肯定要我来做，不然兄弟们凭什么跟我？咱这位林都统不简单啊！多谢石将军救命之恩。魏东学、白不黑、王崇，林将军，您为何是石将军跟我说的，若他战死，让我传句话，他害得你们与白王为敌，对不起你们。石将军义薄云天。林将军，您何不趁白王未反应，一举拿下整个沧州？这小子有调兵遣将词条，是个人才。此事容我再想想，先清点战果。赵大哥辛苦安置伤员，放心吧，贤弟，先回城。夫君，你可算平安回来了。娘子，我身上还都是血污，脏啊！这都是夫君的战功，妾身触碰了，与有荣焉。夫君答应魏东学一统沧州了吗？娘子是我的军师吗？你说说看法。不能急，若是他们急着逃跑，那就不用留了。还有第三点，我得把军队拧成一股绳才行。苏小姐来了，说是朱老有请。朱老，大如朱明。老师，林都统来了。老朽朱明，谢过林都统，让百姓免遭涂炭。林都统，之前问你的1、2、3，可是不满意？非也，你的回答看似完美，却非发自本心，过犹不及呀。确实，那是我为了迎合您给的答案。4、5、6。哈哈，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回答。君子论迹不论心，你做的不错。老夫在京城有些薄面，想要的名分，老夫尽力。不过老夫腰扭了，林都统可否帮忙翻块菜地？焕烧，这就是心上人，眼光不错。师娘，我都听说了，他娶妻了。他不忘本，要不问问他愿不愿娶个平妻，或者当妃？算了吧，爹娘不会答应的。还好从小在农村长大，这活难不倒我。被地品高手盯着，真发毛。小童子，我跟他单挑能赢吗？胜率70%，但50年到100年修为差距不大，存在边际代减效应。浣纱，把你爹的信给他看，他自然明白。当妾苏师弟不答应，但若当妃，未必不行。不至于吧？缴获战马4700匹，粮草1500石。粮草多少说清楚，这是磨练你的意志。人家真的记不清了吗？表现不错，为夫很满意。300年不灭金身太霸道，他这点修为确实吃不消。林都统是要发兵了吗？起兵肯定要起，但不是现在。今天叫你们来是商量给士兵放假。林都统，现在正是反攻好时机，怎能放假？白不黑，你是白水郡人，可想念家人？我想回去看看老母亲。准了，都准了，放假3日。谢都统。林都统，沧州7郡的士兵不能全回家吧？当然，
给没出去的安排3日跟团游。啊？什么游？将士们，昨天我们击败了北蛮，是你们用鲜血保卫了沧州，他们都是英雄，今日立碑，千百年后沧州百姓也不会忘记他们。多谢军爷们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这家伙太会收买人心了，还让我组织百姓祭奠。虽然是手段，可感情真诚，何况你不也感动哭了？我当年要是有夫君这手段，西蜀或许不会崩溃的那么快。确实，他是个难得的人才。大爷，这地是谁家的呀？咱家的。林都统来了，给吃的工具，带人挖水渠才开起来。才2分自留，收5角1，比朝廷低了1半啊！真要是我老家也能这样，那该多好！这日子也太幸福了吧，还能看姑娘跳舞。夫君，这些村姑打扮的真不容易，还跟青楼舞姬打交道。为了收买人心，特意选了带能说会道词条的家伙当托。为夫一眼相中天下最好的娘子，这些点子算什么？你听说了吗？白守军1个月军饷300文，真的假的？我们都削减到150文还拖欠，人家还加了5成。林都统能打胜仗啊，抢蛮子的物资够顶1整年，一大早能吃2馒头，做梦都不敢想啊！胜者许征，奖励1000文。哇！什么情况？骑马射箭还能拿这么多钱？啊！我们也想试试，那我们也试试。这是林都统建立的制度，分骑射、兵器、摔跤，冲进前10有奖。若有人一直霸榜呢，每月可挑战金陵卫，连续输3次就被下放，丢脸啊！连输3场自己都没脸留，这规则好。10中8，我可以啊！基础考核通过，本将军做主，给100文奖励。哈哈，100文到手了。下次我一定行，我要赚那1000文。夫君真行，几百两银子让2万士兵拼了命。直接给钱他们觉得收买，让他们自己去争，100文也如获至宝。人就是犯贱，要情绪价值。求而不得的才会越发渴望。这是老于改良的弩，明天你们就知道。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站。哎，这村子怎么跟以前的不一样？有些新东西，要让他们见识见识。这里竟是安置家属的地方，太干净了。林兄弟觉得卫所缺烟火气，所以改叫家属村。连一处厕所都没看到。各位请看，这是林兄弟设计的公厕，男女隔开，3误入化粪池。这竟闻不到什么味儿，这是如何做到的？专人每时辰冲洗，老人干这活能赚钱，小辈也高看一眼。为何女孩子也来读书？父母愿意？只要考试通过给50文，在家干家务能赚这么多吗？他们做的东西拿去卖，55分账，这都是地方商户产业。林都统这是把村子变成了军队般规律运作啊！怎么是小姐姐们在射箭？赵将军，给我们找几件甲胄来吧，光射靶没意思。只要有这种弩，普通百姓都能轻易杀我们。赵大哥，这几天辛苦了。哈哈哈，其实都是弟妹操持，我就是捡便宜，看着他们吃惊的样子，真痛快。苏老板的小姐妹表演得不错，谢了。他们求我以后多带他们来玩呢。夫君真狠心，妾身这么求你都不肯放过。明明是我被控制，挣脱不得啊。好啦，夫君，沧州军已心服口服，应该不会离开了。现在就差朱老那边的消息了。杨相，藩王还不肯撤军吗？岂有此！白王等寸步不让，吴王虽开水路，却涨价5倍，物资紧缺。这吴王一族，高祖时就是虚情假意，如今竟不装了。父皇，吴王不足为惧，当务之急是找北方3王的突破口。儿臣收到老师书信，他举荐一人，或许能当此任。哦，朱明举荐了何人？此人名林霄，驻守白水郡，乃是一员猛将。林霄，朕好像在哪儿听说过。父皇，就是那个杀死北蛮大将巴特的小卒，他率沧州军灭了2万蛮军，诛杀巴雅尔父子，如今沧州8成军力在他手中。这林霄如此骁勇，既是对抗白王的忠臣，当重用。校尉以上无一离开，都统手段了得。即日起，所有穿统一服饰的男性，按边地队伍待遇，饷银翻倍。
这军衔统帅3万部众，太不伦不类了。林都统年纪轻轻已威震北境，本侯特来拜访。林都统，若能让我儿拜入朱老门下，做牛做马也愿。爹，我不想读书，读书没意思。侯爷若能让世子答出这题，朱老自会见他。这什么难的？4、5、6呗。胡说八道！朱老的想法岂会容易猜？看来我当初也是想多了。林渊侯的一点小心意，10万两，若成，再追加10万。早点拿出来不就完了？10万两啊！沧州物产匮乏，大军久居必有隐患，都统早做打算。给我1万两，我留书出走，你也省事。我又不是你爹，带他去宫房，别让他乱动。我怎么感觉你在骂我？若朱老不肯收谢玉，惹怒林渊侯是个大麻烦啊！我连白王都惹了，还在乎一个凌霄侯？只要我们一直打胜仗，他知道了也不敢放个屁。老爷，京城来了使臣，让您接旨。不用下跪，听就完了。夫君真好，不让我们向仇人下跪。大胆凌霄，敢见圣旨不跪！少废话，不想死就读。晋儿为镇北将军，直从4品，总治北境6州军务。从4品，朱老面子真大。掌控于6州，这是让我捅刀白王啊！从4品都算低了，接旨不跪的事不能传回京城，得处理了。夫君放心，我会处理干净。水下面暗流涌动，不过名分是有了。将军，这活没法干了。夫君辛苦了。老于这是怎么了？这叫什么复合弩，根本造不出来。工艺太难了吗？设计图纸没问题，但这小侯爷一直在旁边瞎指挥，